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做一个温暖的厨师，把鸡胸肉做得跟鱼丸一样，又脆又弹，低脂低卡，全家都适合吃，不用加科技鱼很活，关键是做法还超简单，新手朋友也能轻松复刻成功。今天阿健就把这个详细做法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，这也是我做厨师几十年的经验，大家可要认真把这个视频看完哦。先来准备600克的鸡胸肉。我们在购买鸡胸肉的时候，一定要挑选这种颜色鲜艳、光泽度好的，这样的鸡胸肉才新鲜。水中加入1勺食盐，搅匀化开，把准备好的鸡胸肉放进来浸泡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一块生姜，先切成片。然后切成丝，一把小葱直接切成葱段就可以。切好以后，直接丢进绞肉机里面，往里面加入100克的清水，扣盖给它搅成葱姜汁。这样处理一下，可以把葱姜的味道完全都释放出来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用漏勺把葱姜水给它过滤出来，放入冰箱冷藏保存1小时。这时候我们再把鸡胸肉清洗干净，用淡盐水浸泡一下，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盐水的消毒杀菌作用，保持肉的新鲜和卫生。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来放在菜板上，上面七七八八的东西切掉不要，把鸡胸肉改刀切小块，切得均匀一些。全部切好，给它放入盘中，平铺开来，放入冰箱冷冻1个小时。时间到了以后，先把鸡胸肉拿出来看一下，表面稍微变得比较硬，像这种状态就可以，直接给它放入绞肉机里面。调味料的话，都是我们平常最常用的，加点食盐、白糖、松茸鲜、胡椒粉，再来1小勺食用小苏打。我今天用的是红薯淀粉，如果大家买不到，用木薯淀粉来代替也行。我这里加了100克，再敲1个蛋清进去，蛋黄留着做蛋炒饭吃。再盖上盖子，选择高速打，按住之后数5秒就算了，打了1次。我们先打3分钟，像这样里面的调料都打均匀了，这样处理的话，打出来的鸡胸肉更均匀，而且绞肉机也不容易发热。3分钟以后打开盖子，这个时候的鸡胸肉就已经变成了很细腻的鸡肉泥。接着把搅好的葱姜水倒入1/3进来，再次将鸡肉搅打成泥。这次我们就可以打得久一点，一直将鸡肉搅打上劲。往鸡肉里加点淀粉，不仅可以提高丸子的弹性，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水作用，这样肉丸子在冷冻之后就不会变得干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剩下的葱姜水分2次给它倒进去，用同样的方法将鸡肉泥搅打好。最终打好的鸡肉泥体积明显膨胀了一些，非常的有弹性，绞肉机里面的刀头可以连着整个一起揪起来。我们也可以用1个勺子舀1勺试试看，它粘在勺子上面不易脱落，就证明已经搅打好了。这时候我们再来准备一大锅凉水，再另外准备1碗水，1个小孩子吃饭的勺子，用手也放进来一起打湿，这样在挤丸子的时候就不会粘连。咱们抓起这个鸡胸肉，用虎口往外挤挤，挤成丸子状就可以了，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。把丸子下入锅中，要开最小的火，让它在锅里慢慢的养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阿健每天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，
要是今天这个视频对你厨艺有所提升的话，请记得给阿健点个 like， 或者评论转发出去，让更多朋友学会。这里有个误区要给大家说明一下，很多朋友说丸子下锅以后，只有它飘起来就是成功的，如果飘不起来就失败了。这样的说法是太片面了。丸子飘起来是因为空气被打进去了，跟它 Q 不 Q 弹没有任何关系。鸡肉必须要保持低温，打出来起胶才是丸子 Q 弹的关键所在。丸子全部下锅后，先不要搅动它，扣盖给它煮3到5分钟，将丸子煮至定型。定型以后，再用勺子给它推动，使其受热均匀。煮丸子全程都要保持这种似开非开的状态，千万不要让水的温度太高了。煮个10分钟左右，表面会有一些浮沫，我们用勺子尽量给它撇干净。这里大概煮了15分钟，丸子全部都漂浮起来，这样就是煮熟了。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有颜值。还没等出锅，我家孩子在旁边就已经忍不住想要吃了。简单的调个汤底，加一勺生抽，撒一把葱花，一勺自制的蒜酥和蒜油是关键。煮丸子的汤汁舀一勺进来，再舀上几个丸子，哇，这香味瞬间就出来啦！就是这个味道，一口一个 QQ 弹弹，味道特别足，它是没有一点腥味的，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。就这个鸡肉丸子，早餐的时候煮上几颗，好吃低卡还营养，相信家里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，连汤汁都要嗦光光。剩下的我们用漏勺捞出来，放入冷水中，让丸子快速的泡凉。有条件的可以用冰水，迅速的冷却可以增加丸子的弹性，但是也不能泡得太久，泡的时间长了，丸子会吸进去很多水分，吃起来会寡淡，而且也没有刚出锅时的 Q 弹。像这样我们的鸡肉丸子就做好啦，真的是够非常的 Q 弹，里面非常紧实，非常的有韧性。将丸子捞出控水，可以用保鲜袋装起来，放入冰箱冷冻保存个10多天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按照我今天这个做法，无论是做肉丸、鱼丸还是牛肉丸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自己在家真材实料看得见，干净又卫生，吃着也更加放心，而且制作非常简单，低成本做出高档美食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，要是想吃不会做，随时还能翻找到我的视频。好了，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视频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，8颗牙齿晒太阳。